大力在抓紧机会，继续打机会。哎呦，打得好，有效了，有效了。接着打啊，打了。哦，他是中国拳坛最凶狠的重炮手，遇上他的老外非死即残。他拳法精湛，杀伤力极强，彪悍的重拳能打出800多斤。凭借着一双鐵拳縱橫拳壇，在大級別搏擊叢林中佔據一席之地。不管對手有多麼大的來頭，也不管對方有多強壯的體魄，在他這裡不是被打斷手臂，就是被他打得飛出擂台外。他就是天山征服者阿斯哈提。就讓我們长按點讚3秒，一起來看看阿斯哈提的精彩表現吧。首先出場的選手就是来自日本的大力士加諾南，這家伙縱橫日本拳壇10餘年，在他手下的对手不是被他打出腦震盪，就是被其打斷胳膊扔出擂台，因此日本的拳迷稱其為破壞者。人們看不慣他，卻又拿他沒有辦法。這一次碰上了阿斯哈提，可以說他的好日子到頭了。都是以拳為主的選手，然後呢，我们可以稱這個阿斯哈提是大一號的勒德斯拉。怎麼說呢？因為他也是比賽鈴聲敲響，加諾南仗着體型優勢步步緊逼，阿斯哈提靈活的步伐移動，牢牢地控制着兩人間的距離，在移動中打出自己的刺拳。此時的加諾南活脫脫是個移動的活靶子，不斷地承受着來自阿斯哈提的拷打。曾經被他的對手賞了連續20個膝擊哦，都沒有倒。後來在空隙之中呢，賞了對方一拳，對方就倒了。哦，所以你看那個加諾南他這個拳他是重，而且抗擊打能力也很強。是的，對，這樣重量級的比賽是風險非常大的，隨時可能一拳就結束掉了。那阿斯哈提除了這個拳厲害之外我說他會不會用腳？他說今天會嘗試做一做，所以兩個人已經開始出腳了哦。對，重量級的選手常常出腳相對是比較難的。是的。然後他們兩個人雖然身高是188、189可是在他們這一組裡面算是矮胖型的選手。對對對，看起來就特別壯。然後阿斯哈提他這個名字是有超越的意思哦，希望他能夠超越自己，拿到今天。面對阿斯哈提諜舞風刺式的拳擊打法，加諾南徹底崩潰了。於是場上戲劇性的一面出現了，加諾南用手挑釁阿斯哈提，示意自己就站在這裡不動，任阿斯哈提隨便打。比賽中能夠有這樣的表演，實際上也是一種明星氣質。只是說阿斯哈提的護手他的手後手是一直扣在這個自己的下巴這邊我前手耍你，但是我後面的防禦是在的兩邊在拼低掃哎呦，阿斯哈提直接衝上去，上了他2個重拳，直接將其打翻躺地，實在是太霸氣了。我只是希望他能夠站起來。我這位日本大哥我差點撞到自己的椅子所以這個 corner 在角落的椅子要把它收起來以免撞到椅子是相當危險的事情。好，現在接着來，對，應該撐不住了。接着打，接着健身。日本選手說來，應該近身接着打組合拳。對的。不行了，撐不住了。接着打，爭取能打到1、2擊中的。還有意識。好，打直拳。對。對方想用勾拳引誘這個阿斯哈提進來，但日本選手常常也是比較頑強的。對，比賽臨近尾聲，阿斯哈提完全掌握了比賽的節奏，他想怎麼打就怎麼打。加諾南徹底淪為了人肉靶子，實在是太淒慘了。因為攝影師怕被弄到太下去，找到機會。好，接着。身體打擊很重好，阿斯哈提要一鼓作氣，對，爭取 KO 做掉。對，你還有襲擊好，第2回合開始了。好，阿斯哈提一樣盯着對方。低掃，這個日本選手很好強比賽來到第2回合，加諾南還不老實，居然還敢用雙手挑釁阿斯哈提，這下徹底點燃了阿斯哈提的怒火，連綿不絕的拳法攻勢如洪水一般朝着加諾南傾瀉。我的觀點是，對方表演的時候，其實精力還是有分散的，應該這個時候可以繼續打。對，你在講嘛看你多能講。但實際上，這日本選手還是有怯的。這個日本選手的還擊差一點
好，打得好，这个拳法相当好。是的。再叫他打，好吧，你叫我打我就打。日本人仗着自己皮糙肉厚，不断的挑衅阿斯哈提。阿斯哈提又准又狠的重拳，直接把加诺南的手臂都打断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家伙的一只手臂已经完全垂了下来。哎呦，都躲掉了，头部的闪躲也是蛮不錯的，這日本選手。日本選手看到他前面的手啊，是躲到屁股那邊，他是在防這個低掃的樣子哦。也想打出個冷的擺拳來。再看看了，那一拳放後面，還沒有看到他那一拳放後面的作用。沒錯，他會打出一個冷拳來的。我覺得他從剛才的這個閃躲的這個狀況下，他沒有失去意識。沒有，對，他眼神也是對的哦。對，繼續小心。換我來啊，對吧？你來打我，來打我。雙方互相挑釁。哎呦，打到光頭上面了！哎呦，他手還在放後。比賽進行到回合後半段，阿斯哈提牢牢掌控着比賽的節奏，不緊不慢地拷打着加諾南，一直到回合結束。我覺得他可能想打出那個。不要說你手已經受傷了啊！對，但也有可能手受傷，他一直擺在海島。對啊，不知道為什麼。對，如果一直沒有打，還真有可能受傷。來，雙方都是詭計多端了。哎呦，踢到了這個快踢到屁股了。這一場是娛樂性比較高的一個比賽啊。對，其實他們的拳也挺重的。對，這個可以說是生死一瞬間了啊。應該說，這個日本選手還是承受了很大的壓力的。兩個都是跟大卡車一樣啊，那麼壯。而且拳頭都有相當大的一個殺傷力。我覺得你剛才觀察有可能對他這個左手是有可能有點。最終在第3回合開始前，加諾南主動放棄了比賽，因為他的一條手臂已經被打斷了。賽後這家伙也是朝着中國觀眾跪拜，似乎是在進行懺悔。阿斯哈提以一場 TKO 大勝，拿下了比賽的勝利。第2個出場的是來自韓國的巨人選手柳良來，33歲的柳良來扮演着中方克星的角色。他曾完勝玉面少俠楊宇，更是 KO 以強大攻擊力見長的無拉漢。此番面對比自己年輕10歲的中國小將阿斯哈提，柳良來似乎沒有把對手放在眼裡，狂妄的狠話與傲慢的神情，讓阿斯哈提內心塞滿了復仇的怒火。進入了8強，而這個紅方選手啊，在16強就進8的時候，阿斯哈提是比賽鈴聲敲響，柳良來便以悶棍般的低掃腿，不斷的轟向阿斯哈提。阿斯哈提以靈活的步伐移動，化解了柳良來的攻勢。短兵相接後，阿斯哈提隨即突入內圍，打出一手精彩絕倫的組合拳，雨點般的拳頭有效分散在柳良來的頭部和軀幹，引得全場喝彩。對。他如果練過這個自由搏擊接鐵，一挑，這方就卡那兒了。此時柳良來再度使出低掃殺手鐧，讓阿斯哈提倒地讀秒。在賽前呢，柳良來的教練呢曾經表示，阿斯哈提是一名拳擊手，他的腿有可能是他的短板。對。比賽重啟後，柳良來故技重施，再一次將阿斯哈提踢翻讀秒。就是攻擊他的支撐腿。是的，對。說明研究了阿斯哈提。因為你練拳擊的，他的腿法都非常的這個弱。此時阿斯哈提忍住劇痛，咬緊牙關，用驚人的意志力與對手進行死磕。還會這樣打，對，還會掃。這時候那個阿斯哈提要前置拳，對，頂着他不讓他過來，不讓進來，用前手拳，對，死拳頂着對手，對。好，然後好，接着打，用重拳換他，這個換他腿。對。現在柳良來也知道，你不是用前手拳的打我嗎？我就用。對，雙方戰術特別明顯。後槽腿掃你，支撐腿。對。我覺得就是在柳良來出腿的時候，可以還擊拳、正拳。現在你看阿斯哈提，這是好，這危險，這個要防守防住這個膝。阿斯哈提到目前為止呢，是採取了遠處直接出拳，然後近身直接摟抱的這麼一個戰術，來防止柳良來對自己的低掃踢的進攻。
但这樣的話就會打亂這個阿斯哈蒂自己的這個節奏和他自己戰術。是的，對，這就是說他的這個軟肋被對方抓住，所以柳良來賽這是比較主動了。現在場上採訪毛靖宇告誡這個阿斯哈提不要摟抱，不要摟抱。他說我也不是很想摟抱，但是他光踢我支撐腿，我沒辦法，撐不住。好，這個抓住機會，讓自己優點。哎，對，用優勢摆拳和直拳，這是阿斯哈提的特长，他不仅练拳击的。对，你光踢我這個前支撐腿，我確實不好。還剩30秒時，阿斯哈提又一次拋出連環重擊，直白勾猶如古巴導彈一樣，全部拋向柳良來的面門，遭到重擊後的韓國巨人轟然倒地。這個，柳良來這一場有可能站起來，接着再打，接着繼續。應該抓緊時間繼續攻。裁判讀秒完畢中後，柳良來似乎還未能恢復神智，阿斯哈提抓住時機衝了過去，施以連續狂攻，奈何回合結束的鈴聲敲響，給柳良來得到喘息的時間。比賽開始了，好，接着應該是抓緊時間，阿斯哈提還是應該主動進攻。對，第二條頭部，對，兩位開有地方，接着打，有可能打，再打完是不是結束？比賽來到第2回合，兩人一開始便連續對攻，阿斯哈提率先看準時機，用3記清晰的重拳砸向對手下巴。這一次柳良來無助地癱倒在地，徹底失去了抵抗能力。阿斯哈提又一次以 KO 大勝，拿下了比賽的勝利。接下來出場的選手是來自蘇丹的費薩爾·扎卡利亞，他拿到過多條國際賽事的金腰帶，他的打法兼具技術和美感，喜歡在高強度的搏殺中制造顛覆想象力的沉猛一擊。 Ready, fight！ 好，第一局比賽開始，看雙方如何開場。在上一場比賽當中，阿斯哈提和功夫熊貓的一戰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深。比賽鈴聲響起，阿斯哈提率先以拳法進攻，扎卡利亞甚至阿斯哈提拳法的恐怖，因此以腿法進行阻擊，不給阿斯哈提拳法發揮的空間。他曾經是 WBC 世界重量級金腰帶的擁有者。是的，第一回合我們看到阿斯哈提的表現也是非常的放鬆，非常的自信，而且從阿斯哈提的这種體型上來看嘛，我們覺得他可能在訓練上有一些改變和變化，我們覺得他比以前應該是瘦了很多。是的，因為上一場比賽呢也是非常的可惜，對於功夫熊貓呢這場比賽兩人還有一個關聯，也就是說扎卡利亞在1個多月前在泰國的比賽當中還擊敗了功夫熊貓，所以說這場比賽也是對於雙方實力的一個考驗。而且非常值得敬佩的是，扎卡利亞這名選手已經是有42歲，而且是有非常豐富的大賽經驗。我們看到扎卡利亞應該是挨到了重拳。扎卡利亞的體型要比阿斯哈提顯得是更加的壯碩，但是阿斯哈提可以說是拳擊運動員出身，他有着大級別運動員中非常罕見的靈巧的步伐。然而沒過多久，扎卡利亞就被阿斯哈提的拳法壓制了，被打得不斷狼狽後撤。阿斯哈提的拳法極具威懾力，一旦被他找到機會近身，扎卡利亞就只有挨揍的份兒了。在阿斯哈提猛烈的拳法攻勢下，扎卡利亞只能選擇摟抱，以此來遏制阿斯哈提的攻勢。加盟昆仑決以來，可以說是從一個純拳擊運動員到現在一個中國頂尖的大級別站立式踢拳的選手。是的，進步非常的快啊！我們也是目睹了他的前進的這個歷程。而且這場比賽我們看到，之前阿斯哈提的這種連續拳呢，是帶有着非常濃厚的拳擊的印記，可以說是奧運會拳擊的印記。那麼這場比賽發現阿斯哈提的重拳要比以前重了很多，特別是他的右手後手的重拳的進攻，剛才已經多次打到了扎卡利亞。也是在不斷的訓練和比賽的磨練當中啊，阿斯哈提是在不斷的成長。但是我們看到扎卡利亞，我們要知道扎卡利亞已經淪為了人肉靶子，阿斯哈提想怎麼打就怎麼打。扎卡利亞試圖以腿法進行反擊，可阿斯哈提又怎麼會讓對手如願？一個接腿摔狠狠地將其掀翻在地。阿斯哈提他的技術可以是日益更新，日益的全面。阿斯哈提充分利用了自己拳擊的灵活的步伐，在啟動的速度方面要快。好，第二回合比賽開始。
阿斯哈提还比赛来到第2回合，阿斯哈提以灵活的步伐控制比赛，扎卡利亚则近身缠斗，以此来遏制阿斯哈提。扎卡利亚这消极的态势，立马被裁判叫停了比赛，并且对其做出了警告。袭击极具危险。扎卡利亚的远程控制打击。我们听到扎卡利亚的边角在提醒他多让他起低扫腿。我们看到阿斯哈提的连续组合拳命中。费萨尔·扎卡利亚的绰号钻石飞人、钻石飞膝，非常重的直接的后手拳的身体打击。我们看到阿斯哈提越打越顺手，犀利的重拳不断的猛击着扎卡利亚。在阿斯哈提毫无保留的进攻下，扎卡利亚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裁判对其进行读秒，拿到第1次数秒，能不能缓过来？ 我们看到扎卡利亚现在已经摇摇晃晃，有点站不住了。扎卡利亚也是刚刚的加盟昆仑决的比赛，可能对于昆仑决大赛的规则还有一些的适应，特别是在双方缠抱过程当中。比赛重启后，阿斯哈提火力全開，重拳狂轟打得其搖搖欲墜。緊接着，阿斯哈提打出2記強有力的重拳，扎卡利亞立馬晃悠悠，一頭栽出擂台外。台下評委趕忙出手相助，阿斯哈提又一次以 KO 的方式拿下了比賽的勝利。大家喜不喜歡阿斯哈提這位選手呢？歡迎在評論區留言，給我瞄準了打。注意看，擂台上穿着紅色短褲的正是 WMC 泰拳世界冠軍佩查差。此人打法極其毒辣，憑借斷腸碎骨的重拳，經常把對手打到重度昏迷，甚至猝死擂台。迄今為止，已經拿下了183勝的豪華戰績。如今，他已經來到了國際擂台，點名要打中國選手。不料賽事方給他安排了一個20歲的年輕小伙魏子欽。不料佩查差完全沒有把魏子欽放在眼裡，更是當眾狂言打魏子欽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都算輸。結果慘被魏子欽狂砸上千拳，當場打到面目全非，慘不忍睹。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已經開始。本場比賽是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戰。不過本場比賽我們中方的參賽選手呢，的確有點特別啊，哪裡特別呢？他才20歲出頭，而且他是位詠春拳的正派傳承人。好，來看一下藍方選手穿着橘色戰袍，這位小將很高啊，很瘦哦，像一個竹竿一樣啊，他就是中國小將詠春拳傳人魏子欽。正是因為魏子欽呢長得像竹竿一樣很瘦小啊，所以說被紅方選手這個黑色褲衩的泰國拳王佩查差一頓羞辱。他說我們太瘦了，太年輕了啊，毛還沒長齊。打我們完全不用啊，防守一下是孫子啊，就算輸。哦，好，這個家伙的確很狂。就算是鐵人羅唐，我感覺啊也不敢和我們中方選手這麼囂張。好，他敢。好，這裡讓我們不要少說，來看雙方選手本場比賽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好，連續2個飛膝打得都很準啊，對方真的是不防守。哎呦，觀眾朋友們，對方的這個，哦呦，佩查差真是不防守，真是。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罰啊！吹牛啊！今天挨揍了吧？好漂亮！剛剛連續打了就有9拳啊，命中主拳。啊，魏子欽要動起來，還是要動起來，因為這個佩查差啊，這個家伙畢竟是練習泰拳的，和他拼拳，我們還是要吃虧的。我們看魏子欽啊，的確是非常靈活，我看起來很瘦啊，很高，但是打法很飄逸。
看到连續的飛膝想打退對手，但是我們看這個，哦喲，配叉拆，哦，這個下像一頭打不倒的牛一樣啊，像一頭牲口一樣，很抗打，很抗揍。好，比賽來到第2個回合，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雙方這一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当然不得不說啊，這個配叉拆他的抗擊打能力啊，真的是很強啊。沒有錯，還是要動起來。哦喲，小心！魏子琪要穩住啊，盡可能還是不要拼拳。這個家伙我們看上半身啊，他的肌肉維度很扎實啊，明顯比我們的手臂要粗很多。好，我們看這個角度，對方配叉拆，肉眼啊已經開始打腫了啊，開始鮮血橫流。但是我們看這個配叉拆啊，依舊是不做防守啊，仍然是把雙手啊放得很低。我们看这个配叉拆啊，一直在挨揍，观众朋友们，主要还是没办法。他想打我们，想拼拳，但是我们的魏子琪很灵活，你看，不給他太多機會，打完就走。魏子琪要動起來，千萬不能戀戰啊！和敵方拼拳肯定是吃虧的。但是話又說回來啊，真要是拼拳，我們還真不一定吃虧啊，因為詠春拳啊，它的核心就在於招式小，速度快，啊，打法是比較凌厲的。魏子琴不僅是拳法很厲害，他的肘擊啊，殺傷力也是十足。好漂亮，連續前手點刺，但是打不退，對方真的像一頭發瘋的野牛，而且我們看對方整張臉現在是極其腫脹。好像是剛被這個蜜蜂啊蟄了一頓。好，觀眾朋友們，比賽來到今天的第3個回合了。那麼在前2個回合，魏子金是打了對方啊，我感覺至少上千拳了。感興趣的觀眾朋友可以數一數，看一下我們中國小將啊，藍方選手橘色褲衩的魏子金啊，這場比賽能打多少拳？我現在深度懷疑對方的泰國選手他沒有痛覺，都被打成這副模樣了。我感覺他的媽媽來了都認不出他來，但是他還在追啊，還在你看打不着也要打啊，非常的執着。好，我們看這個角度，對方配叉拆的整張臉，我的天哪！好的，又是連續的前手，整張臉已經被打得面目全非了啊，血肉模糊。
還是不投降。现场裁判也没有終止比賽的意思，因為這個佩查差啊，他還在打，而且追得很兇啊。好，我們看一下比賽最後的30秒鐘。雖然說賽前對方的佩查差很猖獗啊，說打我們很輕鬆啊，但是目前來看，哦，他真的是很難啊，真的是太難了。這場比賽實際上有點像當年張偉麗和這個喬安娜打的1分戰啊，雙方拼的都是血肉模糊。當時張偉麗還把這個喬安娜打成了外星人。但是本場比賽，魏子钦是絲毫沒有受傷啊，反觀對手啊已經是不行了。好，各位觀眾朋友，比賽終於結束了。這場中泰對局，我們中國小將20歲出頭的魏子钦啊，沒有想到他的拳法會這麼好，而且打得這麼準，這麼密集。好，這個佩查差的確是很抗揍啊，在泰國羅唐對爭被稱為鐵人，而這個佩查差啊被稱為鋼人。但是今天被我們的中國小將魏子钦啊打成了一堆破銅爛鐵。好，恭喜魏子钦啊！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